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一下我们今天的疗愈团的老师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作者温馨儿，让我们快乐相爱，健康相伴。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呢，我们学好爱情，过好日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爱情没有保鲜剂，用心经营才能长久。Hello， 大家好，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木姐。世上没有100%合适的两个人，而是如何让两个人变得合适。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请。欢迎大家。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1岁，来自吉林。健身教练黄女士，35岁，来自吉林，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在他心中什么最重要？肯定他自己最重要啊，其次他那堆玩的手串啊、杯子呀、葫芦啊，我在他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在我媳妇心里，他跟孩子最重要，我一点也不重要，因为我在家里边一点话语权和支配权都没有。对方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玩物丧志，一天到晚就到玩，家里什么都不管，他天天说我到份了，到啥份了？啥叫到份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我媳妇总磨叽我，总拿我和别人比，总跟着我，恨不得24小时挂在我身上。你说这样的日子我咋过呀？哎，这先生，你不是说你媳妇儿不重视你吗？又说24小时恨不能挂你身上，看着我，看着你，对，各种看着。他那是误解，我那不是看着啊。那就从头开始说说吧。就是吧，我就想问问他能不能好好过了，能不能不那么玩了。我家这个杯子吧一大堆，天天就到看视频，就到买杯子。全是他的杯子，这只是开了一面墙，巫师还一面墙呢。你有春风的杯子吗？我买的都是景德镇陶瓷。我知道，景德镇第一窑口嘛，春风享誉嘛，然后是9段烧再加小窑嘛。我那全是10大自然的杯子。我家那个是小方瓷吗？那个不是，那是颜色釉。他就喜欢，然后就天天看着视频，天天搁那看买，家里啥活都不干，天天就搁那看，不是看杯子的视频，直播卖杯子啊，天天搁那看。你要是招呼他干点啥，你招呼4、5遍回来打上你的，就在那看。他花多少钱买杯子？应该是他自己偷摸藏钱买的，我都不知道。那你说说呗，你一共花多少钱买这2面墙的杯子？他不敢说，他害怕，因为他偷摸藏，他发钱之后他自己留起来，然后就偷摸买。我让他看我孩子不看，就搁那看。那没时间看孩子了是吧？后来看了，有时间看啊，对，让我看我就看啊。后来看了，抱我孩子看。那是偶尔，不是说经常的。哎，我看你儿子那目光也在看哎。对呀，他现在已经开始跟他爹一样了，开始看杯子了，都有专注力了。现在就是玩杯子，天天玩杯子，就指挥杯子，要我拿起来杯子，摆一地，我让他玩。关键是这妻子收拾也或者带孩子也困难呀，这一不小心就啐了。那不是我小心啐了，是他跟我儿子在那玩，我儿子一天得啐了5、6个。哦，还真啐呀，天天啐，因为我儿子是拿俩杯子夸夸这么听声，听完声之后就啐了，啐了你说划了手怎么办？天天就让他搁那玩。这真行啊！除了玩杯子，还有啥玩物丧志了？玩葫芦，大半夜不睡觉啊！半夜11、12点了，我都睡着了，把孩子哄睡了。我一醒，什么声啊？咔呲咔呲咔呲，搁那咔呲葫芦呢。我说你睡觉吧，要不睡眠早该头疼了。趁我说他了，夸夸夸，把葫芦一顿踹，又把儿子玩具给踹了，跟我抗议呢，那是。那我咱清葫芦撂完以后我得咔着啊，要不咔着的话就烂了，那青皮得咔着掉啊。对。然后你说我天天我要看孩子。看完孩子睡觉了，你说我没有时间，我只能是晚上占用我自己的时间，我看着葫芦有错吗？他就喜欢那些东西，人家有爱好其实也没错，太太有意见也没错，就关键你们调和不了就有问题。我那是关心他，他就说我不让他玩了，没有空间了，我那是关心他呀。他睡不好了，第二天脑瓜疼，这儿疼那儿疼的，他磨我呀。哎呀，我这儿疼，我那儿疼了，你别让我干这干那，别让我看孩子，你这内出就出来了。我累不很正常吗？我说我累正常啊。那你有时间把玩那些杯子葫芦，你不累？你这个陪孩子玩啊，照顾一下太太的情绪啊，你就累。我照顾了，那你说我占用我自己的时间，我咔着葫芦不很正常吗？哎，你有自己的时间不，妻子？我哪有自己的时间呢？天天就是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收拾家、照顾他们，就是个免费的保姆。我现在。那除了他爱玩这些东西你不满意，那平常呢，他给你提供其他的情绪价值吗？我的爱好我也跟他讲，也跟他分享啊，我也跟他说了。我要培养你，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人不在了，杯子还在，杯子还能传3代。人不在，这是真的呀。关键是你爱完你爱的一些兴趣之后，有没有爱媳妇儿吗？比如说，
你除了赞美那杯子好看呀什么的，有没有赞美妻子吗？哪有啊！天天进门之后，人家时间过去了，上杯那给杯子照相去了，摸杯子去了。他玩那个杯子玩多久了？之前他就玩杯子，但是之前玩的是某品牌的那些杯子，就喜欢的就买。现在从5、6月份吧，还不到1年对吧？对啊，因为这个我有经验。一般大概兴趣大概1年左右，1年之后他就换别的了。还有文玩呢，天天搁那搓呀搓呀，不信他兜里现在还有呢。珠子串、弹串，就手串随身带来了，天天搓。上次去我妈家，带个这个去了，回来路上弄丢了，弄丢之后就跟我就耍脾气了啊，拉着小脸跟我俩啊丢了，还不如不去了，耍起来了。我朋友在车上呢，说你别吱声了，你吱声你俩该干仗了，别吱声了，我都没吱声。你这平常态度好吗？对媳妇儿？一点都不好，成天呲的我。成天要空间。我有个减肥训练营，从早上一直上到晚上，一天得3、4节课吧。减肥训练营都在市区边上，风景好的地儿，他就抱孩子跟我去了，一待1天。你说这不是跟吗？我那是带孩子溜达，我天天就该带孩子在屋里，在楼下溜达一圈，哪儿也去不了。那你说他去那个远处，我寻带孩子看看景啥的，那不很正常吗？就说我看着他了。有一天我没跟着啊，我寻思给他打个电话问到没到吧，不接。我先给发视频问中午吃没吃饭吧，给我挂断。后来终于接了啊，我跟人唠嗑呢，给我打什么电话，打什么视频呢？你说这啥意思吧？就是我只要是我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一天得打不下10个电话，还得发视频，必须得接，不接指定就打，一直打。你说这不是看着吗？这还行呢。那你说我去健身房6点开始上课，上到7点，完7点上到8点，2节课，我得提前1小时去吧，我得换衣服啊。然后我自己还锻炼一下，还得上完课以后我还得洗澡吧，我出来那就得将近4个小时呗。抱孩子跟人去了，健身房也跟人去，会员还调侃我呢，说张老师，你媳妇抱孩子来看着你来了，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工作环境这个对，影响我工作，确实影响我工作，确实是。我那真的只是带孩子溜达，不让我进的书我就在外边了，让我进的书我也是在外边待着呀。他就是说我影响他了，还跟我俩急眼了。你去哪去？天天看着我呀！哎，你是不是特别不放心他呀？你说要咱去郊区减肥营，你说我跟着去景区玩上可以啊。你带着孩子去上班，好像我们听起来确实我就是接受不了。他肯定有不放心的原因。对，你是不是不放心他？对呀，因为有实话实说，来实话实说。就是我看他的手机，不是特意看啊，没有检查的意思，就是用他手机干点啥的时候，弹出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吧，他跟那人的对话框还是设置免打扰了，知道吧？弹出来问你干啥呢？你今天怎么了？跟他唠上了一个女的。就我这个职业吧，本身就是接触会员是很正常的，我加会员也很正常。那你说我不得发展我的事业吗？对不对？完然后我还给设免打扰了，人就看上了，我是不是删了？那是我发现了你才删，没发现之前呢？我不知道你们介不介意啊？反正我挺介意的，放我电话，总拿我电话说给我儿子买吃的，使我电话买，他自己电话不能买，非得使我的买。就是我那个聊天框嘛，都扒了好几公里，真的，我就真是那样，好几公里啊！我可没扒拉呢。你扒拉出来啥没有？那有问题还能让我扒拉出来吗？我真没扒拉。那有的问题他早给删除了，聊天记录都选择性删除，让我看，我跟他真没啥事儿。其实有的他都删除了，看的都是没问题的。哎，你没看见你怎么知道有事儿呢？对呀，那能上句不接下句呀，能看出来呀。你觉得有啥事儿啊？觉得就没事跟人聊聊天啥的呗。就是你们结婚那么多年，有没有发现过他实锤？也有过，但都是就是死不承认。哎，你把你的实锤说出来。就是看到抖音对话框里边有人天天给他发，天天给他发。就是天天给打招呼，怎么的，我连看都不看。那女的天天给我发，都发好几百条了，我连看都没看，那不很正常吗？人家给我发，我也没给人回。我现在咱就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就是个人不自由，不自由就算了啊，这跟着我，经济也不自由啊。你这个买了这一墙的东西了，你还经济不自由？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啥情况，我就是我微信里边现在超过50块钱的时候都少。就是前段时间啊，我跟我同事一起出去工作啊，然后我同事给我买水，你说每个人都给我买了。我不得礼尚往来给人买吗？我一算，我兜里边钱不够。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不按月，就是他没钱了就给他点儿，每次就100来块钱。杯子是你给他钱买的吗？没有，他自己攒钱买的。那就是了嘛，那肯定还有小金库。所以他那个几十块钱水没有，是因为他的小金库买了杯子，没钱买水了，应该这么理解。就抱怨的不对。哎，我打听一下啊，你俩咋认识的呀？怎么在一起的呀？在健身房认识的。我教课，对，然后学员，他是学员，他追的我啊，难怪他不放心了。你看当年给你发信息，他就觉得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女学员倾慕你，要把你抢走。你这还是稀罕你老公吗？觉得老公就是个宝。哎呀，这再说说别的吧，他这个在钱上面还有让你不满意的吗？天天大手大脚的，说送人东西就送人东西，
上一次送他弟那鞋，自己的跑鞋，1700块钱送给他弟了，我都不知道。我有好几双呢。那你说我有好几双，我给我弟不很正常吗？那你还说你没钱，50块钱水都买不起，1、2千的鞋都好几双。那是他给我买，我没有，我兜里没有，他不给我钱呢，关键是啊。那你说我给你买完之后，你给人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得买？是不是浪费钱？都不跟我商量一下，直接就给出去了。所以这些都是看着你的钱的重要原因，是吧？就是他乱花呀。关键是跟我对比，总说我朋友对他媳妇多么好。那真好啊！关键我朋友兜里有钱呢。人家是真好。上一次我们去他朋友家吃饭，我们一起去的嘛。人他儿子说了，我妈妈在家喊一声，我家连狗都不敢吱声。我要在家说一句啥？干啥呀？你天天的就这出了，就跟我这样了，还白了我，天天走道白了我，开车也白了我，天天白了我在那。你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儿子在后边就拽我，就要往我这爬。那我到时候就瞅他一眼，不很正常吗？他就问你瞅啥，我瞅你咋地。对，就那意思。你瞅啥？我瞅你咋的？就这意思。我没说你啥，我直接就说你白了我干啥？就因为这事儿，你知道吗？就没儿子的时候散伙一回。离了吗？对呀，去了。那我也有火，肯定是。那我从来都没带哄过我的。后期还是我哄的。等一下，你俩还离过婚呢？那后期有儿子，完了回来了。啊，又复婚了。啊，对。导火索是啥？说我对他不好啊。你本来就对我不好。对，就说我看不上他。然后就离了。对，就说我看不上他呀，那我就走。我说你走呗，就收拾东西就走。你也不拦着呀？你真不拦着呀？等一下，就是去民政局登记离婚了，人家也搬走了。我两个房子就去那个房子了。咋又复了呢？完了复回找人家了，找人家不开门，我门都给踹坏了，要我。那你回去找门踹烂了，踹开了，就俩人又去领证，又复婚了。那之后了，之后了啊，就等着那个他来踹门呢。太可气人了，就一整我俩吵架就说你走吧，把孩子给我留下。啥我都能养，就撵我走。我儿子走了，把儿子走了。那天打电话打了，我跟你说不下20个电话，就打问咱俩在道上呢，马路上呢，大马路上呢，我就去接他。他也抱儿子走啊，就拿儿子要求我。我们东北大冬天抱出去了，走了。你俩不一样吗？一路人啊，还好他俩不惊动老人。我从来不折腾，他折腾。那我就给他姐夫打过电话，我那姐夫俩话多，我就跟他姐夫打过电话，再没给谁打过电话。这也还算还行，对，找这个哥们儿算是姐夫嘛。关键是现在我就是没有自由，没有空间，现在给我看的。所以你的诉求是来要空间的是吧？对呀，你说说你要啥空间，给我们讲讲具体的。我上班我回来了以后，我看孩子对吧？我喝点茶都不行。我撸个串，然后现在也说我玩不上劲，天天。你要的是喝茶和玩你那些玩物的空间是吧？这第一。那这个空间占据你24小时空间当中多长时间？你说他咋也得2小时。喝茶怎么没2小时啊？不是这个很容易解决，因为差不多9点小孩就睡了，9点到12点之间3小时，这3小时他可以喝茶，他可以玩吗？喝完茶，他半夜1、2点他也不睡觉，就能看手机了。不是他不喝茶，他1、2点能睡觉吗？不喝茶就睡了。那你以后改早上喝茶，早点起，早点睡，是吧？你别1、2点，你11点睡。我还健身呢，早上。你平常几点起啊？早晨5点半。1、2点睡，5点半起。健身啊，就习惯了。那你这不对啊！你每天1、2点不睡觉，4、5点起来健身，这身体都垮了呀。就偶尔，他就是偶尔。还有什么空间啊？经济我也不自由啊，现在我经济也没有钱呢。啊，要啥你说？你给我点钱呢，得最起码是不是？给多少？我兜里出一点面子都没有。你最起码我得是不是买瓶水钱是不是得有？你要一个零花钱的数呗，你爱喝水，你爱干嘛，就这么多钱你自己出，说个数。1000你干啥呀？我揣兜里边得劲儿，我揣兜里我干啥？你每个月往家交多少钱？他现在是1万左右吧？就1万左右，全部在你这。对，因为花销大呀，家里啊。啊，那差不多。他什么都不管，1000块钱给他，包括所有的买杯子、买所有的爱干嘛干嘛，你觉得行吗？就不管了啊？那能行吗？还能买啥杯子？不让他买。你给他1000，他是买了个800的杯子，这1个月都不喝水了，咱不管他。那不行，不让他买。行，他可以提他要求，你提你的要求啊，让他改啥说吧。就改天天回家帮忙带孩子。他不是说他带的吗？他现在带孩子一起玩啊。我的意思是让他陪伴孩子玩些玩具，看会儿书啥的。天天回来看我顺眼点，别回家跟我拉脸子，在外边跟别人嬉皮笑脸的，回家就跟我俩处决横上拉老脸。那他如果做到这些，给他1000行吗？1000呢？不给。还是不给。其实我觉得小夫妻俩自己关门过日子，虽然吵吵闹闹还算可以啊，但是确实婚姻是细节构成，这细节上不痛快，他也过不痛快。这彼此诉求也都说了哈，不是什么太大的诉求，太大的问题，但是放在你们小日子里就挺严重的。上一次就为此离过一回了，现在有娃了，这离婚就不能那么草率了，是吧？咱先听听这对小情侣的想法啊。我觉得
其实女生她就不是说限制她买杯子或者买什么，根本不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她就是有点缺爱，然后她总不关心她，她还天天带孩子，本来带孩子心就焦虑，然后她天天还不关心她，她就是太缺爱了，然后所以说想找点事儿和她唠，然后她一和她唠，她还跟她吵架还不哄她，你就特理解她是吧？对，我特理解她。你家那个关爱你多吗？她也对我冷漠，她就她跟她那样，一整和我吵吵。共情了这是。呐，我太共情了。我感觉大哥太可怜了，一个月说实话挣的也不少，但全交给媳妇儿。你也是这样的？我倒不是。他没钱啊，他。哦，那还不如他呢。对，但我感觉大哥就是太可怜了，总被管着。你自己可怜不？我也挺可怜。哎呀，也有故事哈。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我觉得你俩要不一起去报个课吧？我觉得你俩其实都挺不会当爹妈的，都会因为自己意气用事，然后因为自己的喜好，我觉得去影响一个孩子的健康和成长。就看杯子，你能不能少看点杯子？就是为了你的孩子，就是你去看点别的。因为如果他跟爸爸关系特别好的话，两个人处像哥们儿的话，就你的兴趣会影响他的兴趣，你反而在这个时候给他做一些正向的引领。那么其实对于就是女生来说的话，就是尽量少在你的孩子面前跟你老公吵吵，这对小朋友其实不好，而且对于你在整个家庭里面的形象就树立也会不好。因为男生的思维天生跟女生不一样，一旦他跟他爸爸共情之后，他以后在青春期你会更加的难管教他，他就觉得自己的妈妈是一个无理且爱嚷嚷的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们俩在孩子面前首先要做一个好的示范，我觉得第一个是对孩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姐姐挺不自信的。我不知道为啥，因为我就看你长得很漂亮，我觉得你性格也很开朗很可爱的一个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其实对于健身房的女客户来说，你像比如说我，如果我的教练他不是很关心我的饮食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个教练换掉，因为每个人的标准真的不一样，越是高净值的客户越把自己的时间成本看得很重要。你不要因为是你当时这样看上他，所以觉得全世界都会看上他，其实不会的。而且你越这么看着他，他越会跑。你要想办法去引领他，吸引他。你比如说今天你带宝宝去干什么了，然后完了你可以发一些朋友圈，挺漂亮的，很吸引人的，他自然就会加入你和你宝宝的行列里面来了。不需要你带着孩子追着他走，你要让他来追着你跟孩子走。你们俩不要一吵架的时候我把孩子抱走或怎么样的，你要让孩子心甘情愿的站在你这一边。所以你要想办法，就是说把你的宝宝培养好，然后让他跟你来共情。完了他就会着急了，他就会知道如果他跟你关系不好，儿子离他也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们俩要一起合理的规划一下你们的每个月你们家庭开销，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您这个1000块钱也不给他，我觉得您确实是有点过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是说你嗓门大你不讲理你就可以这么做的，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俩共同的一个亲子的时间也要合理分配出来，你们俩拉个表吧。你俩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太没有规章制度了，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是学会科学的处理好金钱、情感、亲子关系，这是你们俩现在我认为比较大的一个课题。这里面吧有一个叫痛苦连坐的心理结构啊。打比方，我和严老师是一对夫妻，我们俩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呢我性格好，我天天很开心，严老师不开心，他很痛苦，结果他就希望我也和他一样痛苦。哎，你要不痛苦就是不爱我。哎，对了，就是你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女人，就你不像他有一堆的爱好，今天可以爱这个，明天可以爱那个，然后你会发现他日子过得很舒服，就他一不开心他摸摸杯子，一不开心他泡泡茶就过去了。结果你所有的事儿都憋在心里面，结果你看他你怎么那么多爱好，你怎么那么多出口，你就愤怒。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儿，第一个，你因为自己的痛苦无法消除，所以希望你老公也痛苦。第二个，你痛恨于你老公没有办法共情你的痛苦，这两个事儿才是你们的核心的基础。现在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我们相互之间共情一下就知道了。首先第一个，作为老公，我觉得你可以先共情一下你老婆，你老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她真的没有出口，她所有的心里面的痛苦啊，生活里面的不如意是不是都憋在心里面？你有办法给她找一个出口吗？让她把这个东西宣泄掉吗？带她健身啊。健身是她喜欢的东西吗？你看你是不是不能共情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所以作为一个老公，你首先第一件事是找到你老婆喜欢什么。她现在如果自己说不出来，你就鼓励她自己去寻找她的爱好，她喜欢的东西，然后你支持她，你陪她去，你甚至于你说我照顾孩子，
每周给你留1天2天的时间，你去玩你喜欢的东西，这才是他需要的东西。你不要天天跟他说我要钱要钱，你得先把他为什么不给你钱这个原因搞明白。不是那1000块钱有多少，而是他就是看不得你好，凭什么你开心，凭什么你好啊？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对吧？所以你得共情他，我的痛苦无处宣泄这个点，你得去支持他，把他内心的机遇全部都宣泄出去。那作为太太，爱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支持的，只要你不要乱花钱，只要你能够留出足够的时间给孩子，是可以小部分的去支持他。但是小部分的支持和你自我的成长是要结合起来，你支持他有爱好的同时，你得找到自己的爱好。你不能说我的爱好是什么，就是我抱着孩子去找我老公，你是寄生在他身上了。你别看你现在厉害，你整个人是寄生在这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夸消失了，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个你们离婚的时候他来踹你们，你是在等着他踹门？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不来踹你的门你就糟糕了，因为你整个人就他这个人对于你来说是你生活的一切啊，这是不对的。你得让自己的人生啊有一个出口。所以对于你来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分层。虽然有孩子了，虽然有很多的家务，但是一定要学会把孩子扔给他，把家务扔给他，每周至少2天时间。这2天时间不管是你插个花，你说我自己去学个茶道行不行？也可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钱该花还是得花。首先说爱好，爱好它就是爱好，但是是在可控的、符合家庭财务情况、符合实际时间支配的条件下，我觉得可以啊。但是先生，你想想你啊，我觉得你的时间安排一点都不合理。你把自己的爱好时间安排的太多了，对吧？你得花精力先去看直播，研究这玩意儿，再去花钱去买，买完回来再玩，然后再让你儿子给他啐了。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我觉得太多了，这是你妻子很生气的地方。我觉得她也不完全是见不得你有一点点小乐趣，但是你那个乐趣全部都是建立在没有意义的基础上，她能开心吗？本来她就痛苦。男生，我觉得你看你41岁了哈，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年轻，像31、2岁。你这么年轻，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幼稚啊，相由心生，你哪像一个40不惑的成熟的这个家里丈夫的样子呀？就是他把你惯的也是，他把你们的生活安排的太不用你操心了，你只要偷偷攒点零花钱，买点你喜欢的杯子葫芦什么的，你就够乐滋滋的了。你的欢乐真的是建筑在他的痛苦之上的。你要把这些家庭发展、财务管理以及未来我们一家3口的人生规划，你要担起来，他还用这么痛苦吗？什么年龄去做什么事儿得有一定的厚度和分量，太轻飘飘了。你现在特别像那个大学刚毕业健身房里的小教练，我就开心，我把我的活干好，我自己弄得年轻身体好，然后我带领一帮愿意健身减肥的这个女性也好男生也好，我们一起快乐。你是可以快乐，但你别忘了你要带着你的妻子快乐，她不快乐你就是失败的呀。我给你的建议真的是成长起来。妻子，我给你的建议是啊，我特别就是认同陆群老师说的，你就是你自己很痛苦，你也见不得他开心。当然这不是恶意的，你是不自知的。你觉得一个男人爱我，你就应该看见我的痛苦，陪我痛苦，帮我消化痛苦。但是这个功能是我们的伴侣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去做，但首先你得是一个可爱的人吧，他愿意帮你去排遣你心中的郁闷，照顾孩子的心酸，对吗？但你可爱吗？你说他白愣你，我的有时候听你说话，我想白愣你一眼。你不可爱呀，那么咄逼人的，给人1000块钱你都死活不同意。你不同意可以咱拿出一个商量态度呀，说老公咱把这钱合理算一算，咱1万块钱多少多少给孩子这个生活费的，多少是留下来储蓄的，多少是用来家庭开支的，到你这儿多少，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是一个可爱的家庭女主人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女性也一样，无论什么年龄段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这部分空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吧？所以女生要做的是，我觉得培养自己可爱的能力吧，创造一些独立的空间。但是整体我挺喜欢你俩的，我觉得你们俩是一对生机勃勃的年轻父母，创造一些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生活轨迹。我真的希望你们开开心，多幸福多有价值的一件事儿啊。我觉得2位2进宫啊，结了2次婚，但是都没有弄清楚婚姻的真相。婚姻是什么？你们从2个个体到成了共同利益的结盟，那必然就会去失去一部分的自由。
妻子为什么这么难过？因为你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今天变成了全职太太。你从以前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但现在你没有了，所以你就要鞭策她，控制她，刺激她，从语言上、行为上，你就得要跟我一样，我不自由，所以你也别想自由。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上去有多强势，其实内心就有多空虚。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查岗，跟着他去他工作的地方，因为你害怕失控。像您现在做全职太太，如果说这一份牺牲它是自愿的，是没有问题，但是您是带着牺牲感去做选择，就是你带着这份牺牲感，就希望你的老公听你的话，他做的事要按照你的要求。如果说他不听话，就配不上你的付出跟牺牲。就像很多的那种父母一样，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为什么学习成绩还是不好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其实您们间的关系已经有点延伸像这样了。如果说在一段关系里面，女方总是很抱怨，总是觉得自己是委屈的一方，男方有一天他是一定会受不了的。健康亲密关系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期待。如果我把我人生的快乐，把我的价值感全部放在这个男人他来怎么对我，这一块是永远抓不住的。婚姻不应该是围城，更不应该是禁锢。所以我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适度的给对方个人空间，才能忠于自己的成长，让双方更舒服。那么先生，我也想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其实他以前他是支持你的，但是随着你们身份角色的转变，你今天不仅是老公，你也是父亲，他对你的要求或者他对你的期许就变成什么？更有担当。所以我觉得你也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可以有自己的爱好，但是收藏是普通家庭的奢侈品。所以您想想，现在真的是自己的爱好，还是我在玩一份奢侈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木姐的话，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就是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的木姐，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木姐了。那您要回复这个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得到一份新人礼。你们俩也思考一下吧啊！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听这对情侣的故事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赵，22岁，来自辽宁，网络作家小侯，21岁，来自辽宁，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他呀和女生不清不楚，对生活摆烂不上进，对我冷漠不关心，他就这样的一个人。她作为小姑娘来讲，太懒太邋遢了，总丢三落四；作为一个女朋友来讲，太强势了，蛮横不讲理，总逼着我干任何事情。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他要是还想和我继续睡下去，就必须接受我的一切要求，忍受我的小脾气，包容我的不完美。他能做到吗？明明是他要求太高，为什么总是我去妥协？难道我想做自己不行吗？要求做自己啊！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他好好聊一聊，做个了断。了断了，这就对，做个了断。如果他能改，就继续处；不能改就算了。我不想强迫任何人。他刚开始和我认识的时候，他就不是很真诚。他就和2个小姑娘，和他们不清不楚的，然后还和我狡辩，非说是普通朋友。你怎么发现的？我先说第1个小姑娘吧，我一查她手机，我发现和那小姑娘睡了500多天花花。哦哟，1年半。对，聊了500多天，然后比你俩时间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俩才刚认识1个多月。那行，你之前聊了就可以。可我认识之后还在聊，就每天吃了吗？睡了吗？就聊这种话。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就和他说了，然后他说什么？我们就普通朋友。因为我跟他处对象之前，跟那个女生只是朋友关系。不是朋友要每天聊天，我就不懂这聊500多天。不是聊天，是发视频那种，只是在那个软件上聊视频相关的，没有聊别的。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都已经过去快1年半了。那人家发现了，你当时删了没有？我发现之后他没断，他说就普通朋友。然后过了几天呢，我们和他出去玩的时候嘛，然后这个小姑娘一个电话打过来了，然后他接了还跟人家聊上了。他只是问个路而已，也没有说别的，但他反应特别大，直接跟我生气。我生气是肯定的呀，问路他不会问高德吗？对不对啊？打车也行，为什么非得问他？你是地图吗？他就是看不懂地图而已，才给我打的电话。那他也要问你吗？没有别人能问吗？没男朋友吗？没闺蜜吗？没父母吗？因为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嘛，都是很久的朋友。见过吗？
见过。你俩咋没在一起？都聊500多天，从来没有间断过。跟他只是朋友关系，如果跟他发生关系的话，就不会跟他处对象了。我觉得他没必要和我说这个，我不承认这种关系啊，我觉得不正当，没有朋友能聊这么久。有的人就是享受暧昧的感觉，不仅有这件事儿，而且还有一个小姑娘和他有20多天的火花，跟我重合了。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呀，聊天记录他都看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是说没发生过什么，就代表你们以后不会有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哎，我得问一下，这续火花是什么呀？它是一种表示好感的工具，我认为，只要有一方断掉，那个火花就续不上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必须每天你要去坚持打卡，你要自己打卡，它才能相当于这个关系会延续，对吧？对对，它是一种没有明说的心理暗示。都跟女朋友好了，怎么还跟别的姑娘续这玩意儿啊？因为我之前认识了快1年多了，跟那些朋友，我也不能突然处对象了就跟他们断掉啊。那你可以不续火花啊？对，他说完了之后我才不续的。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你别管你是1年的朋友还是10年的朋友，我女朋友不高兴，你就可以断掉。再说，如果是真朋友，为啥不希望朋友幸福呢？他和你在一起之后，他见过这个续了20多天火花的女生吗？就是见过这个事儿，我才更耿耿于怀。就和你好的时候还见人家了啊？然后我发现之后是他说他断了，不继续续火花了。我觉得我也不能这么咄咄逼人，让他彻底拉黑删除，然后背着我和那个女生见面去了。我当时是带着他跟另一个男生见面，又不是单独见面的。那你没必要骗我，他当时骗我，他说我就和这个男生去了。然后我当时因为之前的事儿嘛，我疑心比较重，我说你给我拍个照片，我看看到底有谁。他一拍，旁边那个座椅，台球厅旁边不有座椅嘛，然后就有那个女生的包，然后我就直觉，我就说这肯定不对。然后呢，我通过就是他的关注找到了那个女生，发现照片里的包是一样的，实锤了。当时我就气炸了。反侦查手段很厉害。你这是怎么回事吗？怎么还干这种事儿啊，小伙子？都是认识1年多了嘛，也不能。那你大大方方带着他，你们4个一起去玩。我之前说过啊，但是我女朋友很建议，就是我跟别的异性朋友一起玩，一起说话之类的。我介意，你选择了我，你就不能做这个，要不你就跟我分，你又不愿意分，你就必须改。就是你不允许他有异性朋友。我不允许。不，你一起去呢？就他以前同学呀、发小啊，你一起去。我不允许，就是一起去也不行。对，不行。就他还能不能有，比如说一起出去玩的异性？一个都不能有。他们可以出去玩，但是绝对不能是那2个女生啊。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同学聚会也可以去啊。你觉得就那俩续火花的不行？对，绝对不行。回家了之后，我非常生气，我说你要是这么背着我，我们2个就分开。然后他就一直求我也没用，我就直接把他手机顺外面扔出去了。我说你和手机一起滚外面去。然后他就过去捡，然后我看他特别可怜，又求我又什么的，然后彻底拉黑删除了。我就觉得就算了，但我在我心里面我特别介意。我最看重的就是男人对我的这个忠诚，我非常看重，我就感情洁癖一点不行。然后呢，他还特别的没有责任心，他工作他也不好好工作，现在毕业都半年多了，工作不张罗找，天天在家一躺，就觉得这样挺好。我也不是没有完全不工作吧，我也偶尔做点兼职啊，就像写小说这种，1个月赚3、4千。写什么小说？写仙侠小说，拿宝典。对。哦，那这不也有工作吗？3、4千刚开始也可以啊。我支持他写小说，我不是反对他的梦想，但是他不能说是在他梦想已经没有这个起步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管了，这不是拿梦想当借口吗？而且他每天写小说的时间，我研究过，就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是顶天了，那他完全可以正经工作，他不能拿这个当借口。我感觉他就是完全不懂我这种工作。因为写小说不是干写嘛，它是需要大量时间去想的。如果你去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时间去想，没有精力再去完成这个小说写作。你保底一天写多少字啊？保底是4000字。4000字，就每天你都得写4000字啊？对，差也差不多，其实确实干不了太多事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你写一个小说，你还得看别的书，你得看。然后呢，就像我一样。我打开一个文档，我在那边就光打开那个文档，我得花1小时，没有1小时，我就那1小时我的一个字都写不了，我就看着那文档就得1小时，然后再得写，然后4000字至少得2到3小时吧，3小时左右吧，然后中间还得休息还是怎么样，确实还挺累的，挺辛苦啊。哎，那他挣的钱不是1月3、4千吗？挣的钱这个。大方吗？也不算太大方，都大多数得我管他要，不能说是硬要，就是引导。人家现在不是小姑娘们都说什么来着？问我要不要就是不要。哎，你这得要是吧？对，我觉得和我在一起就是得付出，不付出就是不爱。你要啥了？我要了
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项链，这是比较贵的。然后平时就是一些小来小去的东西，我没有要什么太过分的。你戴了吗？这戒指项链？戴了，戒指在这，然后项链在这个地方。哎呦，这还挺高兴的啊！挺高兴的。他送我东西，我很高兴，我不是硬要。我就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1周年，然后再加上那个过七夕，我说这个节行挺大，要个礼物不过分，然后我就给他发过去了，我说宝宝我太喜欢这个了，他们都有，我也想要，然后他就说好呀宝宝，那就给你买，然后就把钱转过来了，很痛快。但是现在过了一段时间，没事他就念叨说我这个花钱了。当时我去工作，1个月赚4000块钱，他这个戒指就要了3100，对，当时我就剩900块钱就度过了1个月。那你买的挺委屈。我感觉他不是那种撒娇的要，他就感觉在点我。那人不得正视自己需求啊！我就喜欢这个，还得要别的。再说了，他说的都夸张，还剩1个月，那剩9天就下个月了，就又给他开支了，然后还剩900块钱，你说不够花吗？然后呢，我说了，我说宝宝，那个你给我买了之后，我要不要补贴你点啊？他说不用，我够花。当时是原话，是原话不？怎么现在又说委屈了？我也不好意思找你补贴啊。哎，我天，那给你，来，不要，给你，别跟我犟，来给你，拿错没？错。行，哎呀，就录半天没录下来。哎，你送他礼物吗，姑娘？我送，也送。提到这事儿，我更生气。他过生日，我提前1个月，我记错他生日了，我把他生日记错前1个月了。我提前1个月给他买了小金的那个小手绳。我当时还是学生呢，然后我没事兼职，我兜里1000块钱都没有，花600、700给他买了个小金手绳。然后后来我发现记错了，他过生日当天送了他一个球杆，花了1000多。然后送完球杆之后呢，当天又给他点蛋糕。我过生日当天直接给我忘了。他过生日时候，我那1个月在工作，就忙着就忘了。行，他说他工作要干长久了，我也理解。他干长久了吗？怎么就那么寸呢？啊，我过生日，然后你咔嚓就忘了。再说过生日能忘啊？那都提前准备的事儿，你当天准备啊？哎呀，反正就不够用心了呗，是吧？不够用心。那其他的就关心你吗？生活中，他对我就是冷漠，我就只能说冷漠来形容吧，就对我像陌生人似的，没把我当他女朋友。我有一次那个跟他出去，然后那个手指甲，然后咔嚓撅折了，那从中间段那流的全是血，那十指连心，我都要疼死了，我当时就疼哭了。然后他在旁边笑。当时情况是我跟他闹着玩嘛，就来回追的时候他摔倒了，就把那个指甲给摔破了。我就笑他摔倒，也没有笑他摔破的这个事儿嘛。你扶他了吗？扶了。扶起来之后他也笑啊，扶起来，哎呀流血了。会不会他就这种性格不善于表达这些？哦，我可以就是理解这种性格。指甲确实也不是一大事儿，说实话。对，但是后来呢，脚骨折了，这事儿大吧，走不了道，瘸了。哎，他也是。笑哈哈，瘸了。当时他看到路边有一个滑板，他想去玩嘛，管别人接完滑板，他又试了一下，之后不小心啪一下摔倒了。我也看不出来他是骨折呀，但是站不起来了，就是。后来我也去陪他去医院看了。这我更生气了，我都要气死了这块儿。我脚骨折了起来，整脚全肿了，走不了道了。这时候就哈哈笑，你看肿的蜜蜂狗似的，就这么笑。然后呢，我就继续往前走，发现不对，走都走不了了。然后带我去医院，路上也笑，然后我嗷嗷哭都不行了。然后他呢，一个眼泪瓣没掉，就老冷静了，然后跟那块儿面带微笑的，你没事吧，宝宝？就这样。你心疼吗？他真骨折了，骨折可是真的疼啊！你心疼不？你实话实说。我肯定心疼啊。那你拿啥来体现你的心疼？也想去照顾他吧，但他一直黑着脸，就很生气嘛，因为当时在笑，他就也不搭理我，没有机会去表达。哎，你有背他吗？有，他去医院的时候去背他的。是背的是吧？对，我觉得这也算行动。哎，别听他瞎扯了，老师，啥背？他能背动我吗？他这体格，他就这么搀着几下，还说背了。你上节目能别瞎扯不？就是搀着我过去了啊，之后送我回家坐车。然后我就挺生气嘛，我不爱搭理他，一道上对我也不关心。然后我就说你不用送我了，他说那拜拜，不送你了。一道上也没给我发消息，也没给我发短信，你是人不你？不是，不是，小伙子被逼的也是。我也挺心疼他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出来。行吧，那这事儿反正也年轻嘛，也长好了哈。这还有什么其他不满意的吗？我暂时没有了。他刚才把那句话说完了，那我说说他。那你说说。就他在生活中吧，总我照顾他。我跟他之前在一个学校嘛，住寝室的时候，他每周都把自己的脏衣服啊、脏袜子都扔给我，让我去拿去洗去。洗的时候有旁边的同学去看嘛，他们就笑我、调侃我。这男人不应该干这事儿。
其实我也不爱干这事儿。那你还有啥对他不满意的吗？这是在校园内，在校园外，他租了一个房子，之后每周吧，他都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他收拾去，就像保姆一样，就照顾他。去旅游也从来不做规划，每天也是让我去管着他，也看着他。就像他坐地铁啊，什么卡丢了什么的，还有什么身份证啊什么没了。对，就比如前几天吧，他买了一个头花，他不戴头上，他喜欢戴手上。就逛公园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那个头花当时也花了不少钱买的。谁花的钱啊？他花的。那你管人家？对呀。但是我陪他一起去找啊，找了半个多点也没有找到。这事儿我承认我错了，但是之前的事儿啊，就又什么洗衣服，又给我打扫卫生。你当时在家也不是这么跟我说，怎么到这变化了呢？在家是我都愿意，而且我不是强迫他，我是那个询问他，我说那个宝宝你来吧，来陪陪我，咱们收拾收拾，做个饭吃。然后他颠颠的来了，也没说这没说那呀。然后之后一吵架，他就开始跟我翻这事儿啊，什么不是我给你收拾？有小姑娘像你这样的吗？你这样没人喜欢你，就这么跟我说。那说明你没有别的缺点了呀。那对，是吧？那实在挑不出来了。对呀，挑不出你别的缺点了，但是只能说这个了。说明你在他心目中很完美。啊，那是。今天来这儿吵架还互相都宝宝长宝宝短，我看这也分不了，小情绪还是有点的。哎，那父母知道你俩谈恋爱吗？他父母知道，但我不敢让我家里知道。我家里知道，我家里觉得我好像被黄毛拐跑了。他天天他也不上班，然后一待，我咋说呀？我暂时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找不了班上，就还是写作呗，是吧？哎妈，干上网文了就找不了班上了。女生的诉求就是男方怎么着找一工作，找个工作，然后呢会主动为我付出，不要说是当时很开心，之后抱怨就可以了。好，男生有诉求吗？我对他诉求就是对我管得能松一点，以后管得更严怎么办？更严的话可能无法接受。真要分手舍得吗？其实还是不舍得的。男孩舍得吗？我感觉也不舍得，因为处的就挺长时间了，也有感情。行吧，那听听这对大哥大姐，你们这婚姻中的给这小弟弟小妹妹点建议。我的建议就是老弟换份工作，换份挣钱的工作，这份工作不太挣钱，跟我健身吧。幼儿园。对对，跟我健身比较挣钱。然后妹妹就太作了，就是我感觉有点作，挺欺负小老弟的。我觉得小姑娘吧，就是有的时候别太要求她太多，就是查的太严了，我觉得比我都严。小老弟呢，生日什么不能忘，不能学你大哥似的啥都不知道啊，心里真难受啊。所以你俩有的地方都得改改。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你们俩不知道因为什么互相吸引，但是现在明显就你们俩进入的这个人生阶段其实是不太匹配的，因为这个男生他骨子里不是一个上进的男孩子，就这个跟他是不是从事网络文学没有关系，而是我们都码字，我们都写文，就是你不会每天只有写字的时间，我是觉得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往上走的话，你就算没有办法出去打工，我觉得他至少可以准备考个研。你一个大专学历，说实话，你现在要出去找到很好的工作是很难的。所以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合理的阶段性的规划，不管是对他的收入也好，对他未来的人生的一个职业规划路径发展，他都没有，他就走一步看一步。他是现在典型的那种西瓜皮少年，脚踩一片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女生。这姑娘她相对来说，她喜欢那种看得见的有结果的东西。你们俩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你生日他忘记？他也许不是忘记，他就是没钱。你找他要这么贵的东西啊，巴拉巴之类的，人家害怕呀，人家给不起啊。那反正你骂他2顿，他不会脱层皮。但是如果他要出去辛苦的、疯狂的提前为你准备生日礼物，要出去打工，他就要脱层皮啊。所以就是他不愿意脱这层皮，至少不会愿意为了你脱这层皮。第二点就是姑娘确实很强势。这个男生他不是那种能够被压迫然后就去做事情的人，你每一拳都打在棉花上，对，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如果要走下去的话，唯一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他要开始努力起来。那么这个女生有一点就是你应该去学会自我独立的生活，你对他的诉求太多了，人家做不到，你却一直在纠缠要他做到，我觉得其实是你更离不开他。不要因为这个世上有个人可以忍受你的无理取闹，你就觉得他是爱你。不是的，他不爱你。先给小赵正个名啊，
他不是没有工作，他是一个正经的网络作家。签这个约要求他每个月大概是12万字左右，每天4000字，然后会有一个保底的钱，3、4千块钱会给到他，然后再加上那个订阅。你现在均订到多少？100左右吧。那你才刚开始写对吧？中间断过。中间断过。你写了多久了？写了几本书了？4、5年了，2、3本书。前几本书写多少字？300万吧。已经属于一个入了门的网络作家了，所以他不能说他没有工作，他是个正经的网络作家。因为我是网络作家协会的，我可以承认他是一个网络作家，他确实是个网文作家的气质，就那种捏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对，有的。是吧？每天写4000字，强度是很高的。这个工作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轻松，而且还要再去阅读，要看漫画，要干很多事儿，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要稍微理解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干这一行的啊，所以帮他解释一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姑娘很明显其实也没有那么放得开，但是你刚才说的态度是对，就是选择比改变重要。你们两个人现在就面临一个选择的档口，我可以这么说，你们两个人性格都是改不了的。我倒是觉得你们现在应该反其道而想，你看你们两个人谈恋爱虽然遇到了很多摩擦，但你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个摩擦恰好是两个人要建立一段长期关系所必须的。你们现在越是吵架，越是说明你们在磨合，而且我觉得你们现在没有遇到特别本质上面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完全过不了的事儿，你还不如再进一步再磨合一下，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就分手。如果这半年你们架越吵越少，有一些事儿我也认同你了，有一些事儿我也可以接受了，反而是可以走下去。姑娘，我问你啊，如果说他的这个网文作家的这个工作越做越好，收入越来越多，但是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探索、研究和创作，那更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不能陪你哭陪你笑。可能你摔倒了，现在他还笑，以后他可能你摔倒的时候正在脑子里构思一个角色，下一步该怎么办，正是非常紧要的那个时候，笑都不笑了，你受得了吗？我受不了，但是如果他就是说他确实是在埋正事儿，我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他不能完全忽略我可以让步一点。你要想好和这样一个男生在一起，你收获的可能是一份稳定踏实能够陪在你身边的感情，但不一定是你要的浓烈的什么守着你，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眼泪和欢笑，提供那种你所需要的洗衣服的情绪价值，提供不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长久不了，但是我觉得人生其实包括爱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有过一段经历，在这段经历当中，我们彼此恰巧遇到了也是适合的，都喜欢对方，都愿意陪着他，都觉得好像做不了更多，做不到更好，也觉得对方不够完美，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真心在一起了，我觉得挺美好的呀。把眼前能做的做好呗，你如果还喜欢他，还愿意再陪他一段，就继续相处，对吧？如果你觉得真的很累了，我们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不合适，那咱就走开呗。别把这段感情看得那么厚重，那么较劲，其实说不定还能收获一个最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是彼此磨合到了一个都松弛舒服的状态。我整个听下来，我觉得像两个小孩过家家。我觉得首先要成为大人，才能成为爱人。我觉得你俩还没有成为大人。比如说像姑娘，可能原生家庭条件挺好的，听起来像一个娇娇的小公主，觉得今天我要笑你陪我笑，我要哭你得陪我哭，我今天不高兴了你就得陪着我，然后你觉得我要什么你就应该给我买。你的男朋友像什么公主的仆人，然后男方呢也不够成熟。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别人男朋友，基本的边界感要有。500多天跟异性续火花，跟20多天认识的女孩子去见面，而且你看女孩子在受伤的时候，你那个心态是什么？就是小男孩，我喜欢你我就要欺负你，看你受伤了我还挺开心的，哈哈哈，在旁边笑。你说你这些形态让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放心跟你往下处呢？你想想为什么你会跟那个女生发500多天的续火花，真的只是纯粹的友谊吗？我一直觉得在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当中，如果有一方跟另外一个人去暧昧，那就是越轨的前兆。然后另外姑娘，人的富足是来源于自己而不是外求，永远不要控制他，也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跟说服一个人，
人永远只会被自己所认同的东西所影响。所以你在这里其实讲了很多的观点，包括你的安全感，包括这个男生他有4000块钱给你花了3100，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他已经做了很不错了。所以你应该降低一下你的期待值。没有人是100分的，你不是，他也不是，至少他是做了，对吗？而且他已经付出了90%，已经非常棒了，多给他一些鼓励。在《自控力》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就说人生犹如一张储存卡，50%是欲望，50%是理智。那你的理智当中50%的理智，你知道这个男生现在还不够成熟，他还不够经济收入特别的稳定，但是你还有50%的欲望，是希望他能竭尽所能的在物质上对我好，对我付出他能包容我的一切。当你的欲望超过理性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人生账户到底是幸福指数高还是焦虑指数高？所以所有的相处永远不来源于强迫逼对方控制对方，而是来源于真正的接纳你爱的这个人，你爱他，他什么样子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姑娘你真的调节下你对男生的心态，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两个人静下来好好的商量商量。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一块能做下去，先人格独立再去谈感情。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木姐的话，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的木姐，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木姐了。那您要回复这个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得到一份新人礼。那我们也稍作思考看看听过老师们的建议，你们会有怎样的选择。我们也请这对夫妻和我们这个小情侣一起回到我们的门后。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可以登录搜狐视频和腾讯视频。我们先来预测一下第一对夫妻他们会出来吗？出来会，对，肯定会出来但是这出来之后，这把玩这个东西的这个时间能不能减少？妻子能不能更好的和丈夫就多给点钱之类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听听他们的最后的这个想法来，请开门。果然出来了，这还不拉个手呀？牵手。这丈夫表情还是相对有点严肃的，你还买杯子吗？看不买。其实你们俩人可以去景德镇旅游对不对？你就现场玩一玩就好了，是吧？带老婆出去玩一趟妻子有什么说的吗？以后不那么跟着他了，有自己的空间。彼此信任，好好爱对方，比爱那些物件更重要，是不是？是来，我们一起见证一下这对夫妻的浪漫嘛！来抱一下。加油吧！再见，老师，再见，再见。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对情侣他们还会出来吗？会，不会？为啥呀，文老师？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出来。我觉得可能算了，我听文老师不出来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来，请开门。来，请开门。真没出来。走了吗？这是终于发现自己的不适合。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有自己喜欢的、舒适的愿意持之以恒去努力的爱情和婚姻家庭。好了，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这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啦，下次再见。